中美金融工作组15号到16号在上海举行第5次会议，将重点讨论宏观经济、金融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和资本市场问题等议题，被视为是中美双方保持沟通、共同应对全球经济挑战的重要一步。参加此次中美金融工作组会议的美方代表团，由美国财政部国际金融事务助理部长布伦特·尼曼带队，由美联储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官员共同组成。值得一提的是，出席此次会议的人员包括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梁内利，他曾在美联储任职，是金融稳定方面的专家。尼曼透露，双方计划在此次工作组会议上讨论金融稳定、跨境数据相关议题、贷款及还款，以及一旦出现金融压力能够采取的加强沟通的具体措施。此外，尼曼还强调，这次会议是在美国总统拜登和财长耶伦的指示基础上进行的，即在负责任地管理美中关系的同时，建立持久的沟通渠道。美方代表团出发当天，美政府表态称，此举是为了努力维持世界2个最大经济体的关系稳定。据消息人士透露，会议的议题可能还涉及与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互换安排。过去一段时间，中国央行和其他新兴市场和发达市场国家达成了一系列货币互换协议，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外界还注意到，近期美国一方面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在新能源汽车等方面发难，另一方面则酝酿大幅度降息，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出现严重波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水清对深圳卫视表示，除了传统的金融稳定问题外，中美双方预计还会就这些存在分歧的领域展开讨论。那我们的衡量指标和维度其实跟他们的维度是不一样的，双方也可以在这一次上展开坦诚的交流，这样的话可以更好的理解对方。更多的是想从经济问题出发来稳定中美关系，包括说在一些跨境结算呀，然后一些共同的公共事务上做一些合作。中美双方2023年9月商定成立经济领域工作组，包括经济工作组和金融工作组。其中，金融工作组由中国人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级官员牵头，主要讨论货币和汇率等相关问题。2个工作组就经济、金融领域相关问题加强沟通和交流。深圳卫视注意到，这次会议是中美金融工作组成立以来的第5次会议。去年10月以视频方式举行了第1次会议。有分析指，成立1年来，中美金融工作组保持着2至3个月一次的高频率沟通，体现出中美双方为改善关系并保持对话渠道畅通所做的努力。由于中美金融工作组等对话机制是在拜登政府时期建立的，杨水清进一步分析指，拜登退选后，美国大选的不确定性也将给中美对话机制带来诸多变数。比如说共和党特朗普他们这边上台，也有可能对于这种已有的机制会是一个重新再谈的一个过程，不一定会延续这个机制。当然，如果是哈里斯的话，很可能这个机制可以延续下去，按照2到3个月的频率定期开展沟通和交流。但客观来说，这个机制的实际成效和最终的一个目的，可能需要一个更长的维度去评估。外界注意到，美方无理打压中国企业的行径根本站不住脚。日前就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五角大楼决定将中国激光雷达制造商和赛科技从其所谓与中国军方关联企业的黑名单中移除。原因在于其认为这家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激光雷达制造商不符合被列入黑名单的法定标准。美国国会于2021年通过立法，要求五角大楼编制所谓与中国军方关联企业名单，该法案就是针对在美国运营的中国企业。今年5月，和赛科技正式起诉美国国防部，要求将其从所谓名单中移除。那这家公司它实际上在5月份的时候就起诉了美国的国防部，认为它的指控是不属实的，所以存在指控，那按照美国的流程，法院就要进行对这个事情进行一个审理，所以国防部他也会重新去思考他的行为，就是我把一个企业加入到黑名单，它的背后的这个依据是不是经得起推敲。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防部拒绝证实或否认将该中企移出黑名单的消息，称其无法对正在进行的诉讼发表评论。而据2位知情人士透露，美方可能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对此，何塞科技强调，美国国防部将其列入名单的决定是错误、不公正且缺乏依据的。公司所有的激光雷达产品都严格限于并仅限于商用和民用，且何塞与任何国家的军方都没有关联。中国驻美大使馆也表示，乐见美方纠正歧视性做法，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有舆论指出，今年1月，美国防部将何塞科技列入了黑名单，现在该企业又被从黑名单中移除，对美国国防部来说是令人尴尬的反转。眼下，美国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的热度正在持续上升。最新民调显示，美国7个关键摇摆州里，哈里斯在6个州的支持率都超过了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特朗普。眼看自己的民调优势逐渐消失，特朗普15号举行2周以来的第2次记者会，并且用杂货道具来抨击哈里斯的通胀问题。当地时间14号，美国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哈里斯与特朗普正面交锋中以48%比47%的微弱优势领先。但在7个关键摇摆州的民调中，哈里斯在其中6个州的民调赢过特朗普，包括亚利桑那州、佐治亚州、密歇根州、北卡罗来纳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辛州。而特朗普只在内华达州以3个百分点的优势保持领先。这与5月份的一次关于拜登和特朗普的摇摆州民调相比，哈里斯已经缩小了与特朗普的差距。当时的结果显示，拜登在所有摇摆州都落后于特朗普。当天，另一份民调显示，近一半的美国人表示，致力于民主和遵守纪律等领导人特质更适合描述哈里斯。相比之下，只有30%的美国人如此形容特朗普。在民调优势几乎消失殆尽之际，当地时间8月15号，特朗普在他的新泽西高尔夫俱乐部举行了一场长达80分钟的新闻发布会，这也是他2周以来举行的第2场发布会。值得注意的是，发布会站台两侧的桌子上堆满了各种杂货。特朗普试图以此来指责副总统哈里斯在拜登政府任期内没有解决美国日常用品价格上涨的通货膨胀的问题。Kamala Harris is a radical California liberal who broke the economy, broke the border, and broke the world, frankly. Very destructive to the entire world. She destroys everything she touches, and if she wins, your finances and your country will never recover. You're never going to recover. 特朗普此前承诺，如果返回白宫，他将立即开始刺激国家经济发展，美国人的收入和储蓄将再次开始增长。此外，他在记者会上毫不留情地攻击哈里斯。I'm very angry at her that she'd weaponized the justice system against me and other people. Very angry at her. I think I'm entitled to personal attacks. I don't have a lot of respect for her. I don't have a lot of respect for her intelligence. And I think she'll be a terrible president. 事实上，有民调显示，美国人在经济和移民等关键问题上不太信任哈里斯。经济方面，有45%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有可能处理得更好，而选择哈里斯的比例是38%。在移民问题上也存在类似的差异。独立选民在经济议题上信任特朗普的比例几乎是哈里斯的2倍。不过，在处理种族平等、堕胎政策和医疗等相关议题上，哈里斯则比特朗普更有优势。针对特朗普的攻击，哈里斯近期的竞选造势主题则致力于增强民众在经济方面对他的信心。预计今天他将在摇摆州北卡罗来纳公布经济计划细节，重点在于缓解选民对通货膨胀的担忧。据消息人士透露，哈里斯将提议新建300万套住房。此外，他的计划还包括降低中产阶级家庭的医疗保健、住房和食品杂货成本，并打击企业哄抬价格。被宣布为哈里斯选举搭档的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近日举行了其首场个人竞选活动，同样主打经济议题。If each of us does an extra shift, an extra hour, a little bit more, we get to wake up on that morning after the election and know that the work we did transformed the lives for millions.Transform generation. 另一边，作为特朗普选举的副手万斯也正努力向美国中产阶级宣传共和党的经济政策。We're going to take back the White House. We're going to restore American manufacturing. We're going to restore our whole country, and it's going to start right here. 沃尔兹14号还表示，他已同意于今年10月1号与共和党竞争对手万斯进行电视辩论。沃尔兹在自己的竞选账户上转发了这条消息，并写道：10月1号见，基地。沃尔兹的竞选团队随后也发布了一条消息，称沃尔兹期待与基利万斯辩论，如果他出现的话。
万斯在 X 上发帖称，他将接受10月1号的邀请。此外，万斯还表示愿意参加9月18号辩论，但沃尔兹并未对此进行回应。近日，美英澳再次签署协议，允许美国和英国把敏感的核材料以及相关的技术转让给澳大利亚。根据协议，澳大利亚需要负责储存和处置核动力装置所产生的乏核燃料和放射性的废物。这一举动引发了全球关于核扩散的担忧。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呼吁国际社会严肃看待美英澳核潜艇合作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冲击。12号，澳大利亚副总理兼防长马尔斯称，澳大利亚上周在华盛顿与美英两国签署了核动力潜艇合作协议，并于当日提交给了澳大利亚议会。该协议允许3国交换核材料及核信息。马尔斯表示，该协议是澳大利亚海军装备核动力潜艇的关键一步。外界观察指，该协议的签署代表美英澳3国在2021年达成的联盟安全协议正进入实质发展阶段。根据协议，澳未来潜艇推进系统所用的核材料将以完整焊接好的动力装置形式从美国或英国运送至澳大利亚。此外，运送过来的核动力装置所产生的乏核燃料和放射性废物将由澳方负责储存和处置。值得注意的是，协议要求澳大利亚保证不因运送给其的材料出现的任何核风险而要求美英两国承担责任。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预测，澳大利亚将至少从美国采购8艘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而美国海军长期以来坚持采用浓度超过90%的武器级铀235作为舰用核反应堆的燃料，英国也采用同一做法。有观察指，虽然高浓缩铀作为核燃料可以缩小核反应堆体积，并减少更换核燃料的次数，但此举将构成严重核扩散风险。此外，国际原子能机构现有保障监督体系无法实施有效保障监督，国际社会对相关条款的解读和适用也存在巨大争议。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14号对此表示，美英澳核潜艇合作损害维护地区和平和安全的努力。3国拼凑3边安全伙伴关系，推进核潜艇及其他尖端军事技术合作，刺激军备竞赛，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挑动集团政治和军事对抗，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中方和有关地区国家已经多次表明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表面上来看，澳大利亚似乎给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方式，包括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来进行沟通，保证自身所获得的反应堆当中的核燃料不会被用作军事用途。但是现在很明显，就监督保障机制，这其实是一个先例。应该说，国际原子能机构一方面希望能够进行保障监督，但同时具体的方式方面仍然在探讨的过程当中。对于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对于国际规则造成的这种冲击，是一个很坏的先例。那么未来后续的影响可能会进一步的发酵，对于世界的安全产生更多的负面的影响。对于澳大利亚购买英美的核潜艇，其国内一直有反对声音。根据美英澳合作协议，澳政府曾打算在澳东部的肯布拉港修建核潜艇基地，但在澳工会和环保组织的强烈反对下，澳政府至今未做出最后决定。澳大利亚前总理保罗·基廷近日在参加访谈节目时，抨击美英澳3边安全伙伴关系是历史上最糟糕的协议。They're going to have American bases all around Australia, American bases, not Australian, but all around Australia. So AUKUS is really about, in American terms, the military control of Australia. The Albanese government and their policy is likely to turn Australia into the 51st state of the United States. 以所谓的核潜艇为诱饵，表面上来看是希望增强澳大利亚的军力，带给澳大利亚安全，但是其背后的真实意图是在绑定的过程当中，让澳大利亚为美方发挥更多的作用。尤其是当澳大利亚拥有了核动力潜艇之后，美国当然希望用在南海，使澳大利亚能够分担美国的军事战略的成本。而此时对于澳大利亚来说，并没有获得直接的安全方面的收益，反而是有更多的发生冲突的这种风险。